那当时那种就打法上来讲，从那种奥运体系转到职业体系，是不是最困难的？到了美国，第一，先把生活安顿下来；第二，你刚刚进到场馆里面，大家都说，champion，来了，然后大家都，因为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中国人去过，也没有奥运会冠军去过，大家都很欢迎。他们对这个头衔也比较在乎的。对，他们也很欣赏你，因为是他们觉得奥运冠军也很难得，然后他们会champion，你每天都是跟我拍击掌碰拳，但我那个墙壁上面全是以前好莱坞明星来的照片，然后好多拳王的照片，那种海报，反正很有美国那种拳击文化，里面老人也有，年轻人也有，女人也有，男人也有，反正我们到的停车场一看，有劳斯莱斯，有跑车，然后有那种很破的那种，这种贫富差距在车场可以看到。但是进去以后，大家都光膀身子，然后有些老人皮都皱了，然后在那打一打，坐一坐，就没有老少男女，你贫富之分。你进去就感觉，那个咚咚咚，每回合开始的声音，然后又开始当当当，有打沙包的声音，然后又有嘿嘿嘿打沙包的声音，又有那些老年人，然后呵呵呵这样的声音，就感觉大家因为拳击融合在一起，在里面只有拳击，只有快乐，只有汗水挥洒的。但是我一进去，我就被这一个场景给震撼了。我觉得这是我想要来的地方，并不是我每天在国家队当队长，然后每天叫起床训练，大家还打着瞌睡，还在精神还没收拾好，然后就感觉是我想去练，不是教练让我要我练，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这个才是拳击的天堂，这是我要来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你从这个技术转型过程中是不是非常痛苦？所以说我第一堂课，然后教练就给我狠狠的上了一课，因为我是奥运冠军，我上去叭叭叭叭打了，他说 OK 施明，Friday 叫我施明，我想跟你说，你之前的技术非常好，移动非常快，非常的灵活，但是你的拳没有力量，你职业是需要把对方击倒，要么对手要把你击倒，你的动作必须要改，你的意识必须要改。好，从那一堂课以后，我经过了2年的时间去反复的去，因为我的10多年的经验，然后啪打完得点了我就走了，我不需要击倒他，我只要3回合我赢了，然后最后，到最高斤量台，那是奥运拳击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来的是职业拳台，在那打好看有重全重，然后输的比赛，对手还有力气，教练说你必须要把重心下来，然后这样发力。但是平时打手把打练都好，但是一旦一打的时候，这个思想，然后一下子就回到我以前的记忆。好，那段时间教练就非常非常，有时候还会生气，为什么你在下面都打得那么好，为什么上去就忘了？然后我一度也是在低潮。我听说他还在最严厉的时候还曾经说过你，说你实在不行就 get out， 就你回去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他也是气话。然后，但我对我来说的话，我就听进去了。那段时间我知道我正好是在曼尼帕克奥的家乡，我们一起来备战，我们在菲律宾。我那时候住在酒店里面，我就想不通，我就对面正好就是一个超市，我就跑到对面去，我买了一个弹力的。然后中间可以挂一个球，我就拴在那个酒店的两个地方，然后中间这个球，我就每天我就睡到都已经是夜深了，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动作可能是应该这样的，我爬起来就对着那个球就这样练，就重心怎么下，就已经这么的每个生活的细节我都在考虑这个事情。好，就重新回到你刚开始练拳击的那种状态。对。然后就是为什么就是又是被别人不认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，你特别不能接受这种。不能接受，因为拳击让我找到自信，但是我在奥运舞台已经找到这种自信，我来到这地方，我不信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把它征服掉。好，我每天都在走路也在想这事儿，睡觉也在想这事儿，就因为他当时说了一句话，你不行，你跟我回去。我觉得一个中国人，至少我们在那里面，我是代表一个中国人，
我还记得特别搞笑的一次，就是我第一次跟着 Fred 训练的时候，他带我去跑步，然后因为我当时已经奥运会结束，我已经大半年没有练了，刚刚恢复训练是有一个恢复期的，他说你跑个800米，我跑完了以后，再跑个几百米，我好早上整个比赛整个这个训练结束以后，我回去路上我突然就说 stop。我开着门我下去，因为长期不强度的训练的话，心肺有一个反应的。然后我跑到旁边我就吐了半天，我好下午还请了个假，然后因为有一点发烧，一下子上的太，我就是不想让别人觉得中国人不行，你布置东西我都尽量去做好，但是我忘了我需要一个慢去恢复的这样一个状态。好，第一场训练就把我给练病了。但是就是通过他说我那句话，周世明，你实在不行，你给我回家。好，我就一直觉得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，我就折磨的我睡觉也睡不好，吃饭也吃不香，然后整天就为了改这个动作，我一直在去琢磨它。31岁的邹市明拥有响亮的头衔，可是职业拳坛对他来说就是一张白纸。邹市明摒弃了他在业余拳坛时长期使用的海盗式打法，频频主动出击。奥运会的名不能输在职业拳坛上。好，终于，然后在我的第3场比赛，然后那场比赛打的就非常，你就打得像个职业选手了。对，然后特别是我再一次回到我那个训练馆的时候，我发现那里面多了一面中国国旗，在训练馆的时候多了一面中国国旗。当时是给你准备的？没有，因为正好是在我们那个比赛嘛，比赛我们拿的国旗，他悄悄地把那个国旗放到他行李箱里面，回去以后在他的落地窗上，然后因为很多他的所有他的队员都会有他们国家的国旗，但是就都布满了，但那时候就多了一份中国国旗，就是我去比赛拿着上场的一份国旗。对，我就证明我进入到他的那个训练馆，进入到他的心里面，然后我成为了他这个训练馆里面的一份子。